好，我们今天的范例呢，来跟各位介绍一个叫做 ACF 的东西哦。那我们从外挂这边来，先把它安装起来哦。好，在这边输入 ACF 去搜寻。好，你就会看到这边是一个 Advanced Custom Field 哦，它是一个进阶的制定的一个 field，就是一些像表单的东西哈。我们先把它装起来。好，直接启用。好，启用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一般我们在发表文章的时候，我们从前台来看一下它这边的结果哦。部落格这一页呢，总共有4篇，1、2、3、4。好，那这个有沉浸式的翻译，我先把它关掉啊，就是全部都英文而已哦。那就这4篇。那这个里面呢，我随便开一个，中间这个好了哦 ，Crafting 开头这一页。进来之后呢，我可以在这里面来做一些就输入文字那个标题内文、标题内文、标题内文这样子。那看怎么样来做一些调整哦。好，那在这个范例呢，我们会介绍用 Elementor 来做自己的那个，好像这个地方我点进去，好，这个翻译呢也把它先关掉哈。那这个地方就是它进来之后呢，好，我们刚刚看到输入这些东西，其实你是可以在 Elementor 里面来做这样的一个版型。哦，它里面有一个叫做主题建构器Pro 版的主题建构器，这一个页面呢，你也可以用主题建构器来做好，标题，一些作者的讯息、特色图片、内文，好，然后分上一篇下一篇这样。下面这些相关文章看要不要放都可以下面留言。OK， 那这样的东西呢，我们需要用 Elementor 来制作，所以这个地方我先把它关起来这个地方就是在我先还原回到 WordPress。刚点进去的是区块编辑器那我们在这边呢再安装一个东西。好，我点进来直接输入 Elementor。好，我先装基本的版本就是免费版的。那装了之后呢，这边左边我们先重新整理一下，左边就出现 Elementor。好，那范本这边会有一个主题建构器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免费版的所以很多东西都不能用。好，那这边你会发现它这边全部都是锁出现一个锁，全部都锁。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先把它关掉先回到后台。好，然后呢，在 Elementor 里面有一个Upgrade。好，只要是你有买会员的直接就可以把它登录，或者是我们下载它的最新版本，把它装上去就可以用了。好，这边来示范一下。好，我已经登录了这边呢，我的账号旁边这边有一个箭头我 download 最新版本的。OK 那因为其他之前有好多网站都有挂了这个东西，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是已经有使用到 Elementor Pro 的一个网站列表那我们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呢，做一个安装。好，装完之后直接来启用外挂各位有没有发现有几个这边有2个是没有被启用的状态？这是我们之前安装 Extra 的时候呢，我们有勾选Live Chat 跟另外一个功能那我们在这边呢还没用到，我们就先把它停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lementor Pro 有一个叫做 Connect and Activate。好，我们把它串到我的已经购买的账号里面去好，串好它就会回到这个状态已启动。那这个时候呢，我在这个主题建构器范本里面的主题建构器它这边装进来的是英文没关系，我一样可以打开来它刚刚看到的这些锁头都不见了变成加都可以再新增的意思。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我们其实是要新增一个叫做 Single Post 单一页面，就是我们刚刚在这里看到这个就叫做 Single Post Post 就是我们的文章了那单一文章就是刚刚看到的部分。那 Single Page 呢就是页面那我们都可以指定说我的页面的版要长怎样，以后我只要输入文字，那它自动会套到我们的这个页面里面来那这个之前我们也有一个范例有介绍可以连过去看一下。那这里面呢，我们点一下加一开始的名称呢，它是预设，它会用流水号的方式帮我们做。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我要有一个头，一个 title， 然后有一张图，然后内容这些，其实就跟这个长很像一模一样，几乎都一模一样。那我直接用这个插入就可以了，套用。好，那这个地方就是标题然后它的名称，然后内容物看你要怎么样去做调整这个都先不管它。
下面这个先把它删掉哦，不一样的东西都删掉。在这里面的这些项目呢，都是可以显示在我们的内文的哈。那这个是什么？点它看一下，这个叫做特色图片。好，我们现在没有放图，所以这里没有。那点这里，这个叫做摘录。好，那这个就是内文了哈。OK， 好，那这个是上一页、下一页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这边哈，这一个我再拉一次进来。有2种，那你希望套哪一种，你就选哪一种。其实我现在把下面的删掉，这个是内文哦，我再套到这个内文来看看，内文在这里post content OK， 长一样。其实我们刚刚插入的那个版型，它是有做一些范本的一些调整所以它的字什么都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调整的那我在这里面呢，我用这里有一个特色图片feature image， 这2个其实是一样东西啦好，用这个负好了也是一样的你也可以不用改照他自己的意思去跳也是 OK 的。好，那在这边的栏位呢，如果我想要另外自己新增新增一个可以让我自己去输入的栏位在这边待会我们就可以用 ACF 来做。那在这边都是一些固定的一些选项这边都是一些元件都是一些元件。那我们待会来示范一下这是怎么样进行的我们先把它按发布。我要在哪里展示这样的东西那所有的文章所有的文章，然后按 Save and Close。好，那这时候我只要回到这边来，我重新整理，你会发现它就会有改变它就变白色了，对不对？我们刚刚的背景就是白色其实你现在我是做一个示范而已，然后其实你是可以把它调成像刚刚我们看到那样子。这是表示什么呢？它把那个中英对照把它取消掉。这是表示呢我们刚刚设定的东西呢，它是可以随时就可以套过来的。好，那我们再回到这边来。好，我也可以把它改掉这个背景色我把它改黑色，每一块都改黑色。可是你改黑底，你就要改白字了这边的话也是一样选到中间，选这边有个 text， 文字也要改白的。icon 如果有 icon 的话也改白的。好，那图片不需要那图片跟图片的中间如果有一个 content。好，我们示范上面这个标题就好了我现在把它更新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怎么改呢？你其实只要重新整理一下，你就看到它有没有改过来。OK， 好，这边大概调一下我这边改上一篇跟下一篇这边就跟着变了那这里面呢，其实这里这个部分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我们把它翻译一下，这里呢变成中文，就是变成分享贴文。好，这边就变成分享贴文了。好，那下面这边刚刚上面这边已经改成730宽那这里要把它改成730宽。好，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要输出再重新整理一下。好，这里已经调回跟刚刚有点类似了它的宽度已经被我调的比较窄一点了。好，那这里也调一下好了。好，重新整理一下。好，那你会发现这边的字大了一点那需不需要这么大呢？我们再把它调整回来那这里面呢其实是不用这么大的差不多这样就好了，36。然后我在不同的状态下呢，它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好，大概40。好，在手机上呢，这样可以。OK， 这边也跟着改一下好了36。OK， 好，那你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把它改成中文的相关文章。好，重新整理一下。好，我先一样把这个先关掉。好，这一篇就出来了然后呢，我这边就是要加一颗按钮，就是说到时候呢，我看完这篇文章呢，它还是会有一个，比如说是影片好了，或者是我做一颗按钮呢，它是可以连去我所指定的一个影片那就是除了图跟文以外呢，我的影片也可以放在这里面那要怎么做我们刚才有提到我要做一个我先把它退回来我这边我会把这个改掉你要取一个有意义的名字了
single post， 然后把它更新。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件事情就是在 ACF 这边来一个field group 里面新增一个新的 field group。那这个东西呢，它有这么多种可以选它的栏位呢，我们选择一个 URL， 只要这样就好了，只要这样就好了那它的这个东西叫做 YT 网址 YT 连结好了。好，那其实呢，我们就是在这边这个这样就好了close field 一个栏位就好了。我们希望呢，这个栏位让我们在输入文章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是敲一样的东西 YT link， 然后我们先把它存起来。好，最基本的做法就是这样然后呢，它会出现在哪里你看这个东西它会出现在文章里面。那它的位置呢presentation 它会出现在哪里呢？在我们的top align 这边标签的位置在 high after title 在 title 的下面我们把它改成 title 的下面，然后呢 stand 把它改成在 title 的下面就好了。好，那后面这个呢叫做 content 的后面，好，就是我在输入文章之后的后面，输入 title 的后面还是输入文章的后面这边自己来决定一下。那你想要让哪些栏位不要出现，就把它勾起来我们现在把它存起来。我们刚刚做了什么动作？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新增一个栏位然后呢，这个栏位呢，它的位置会放在我们的title的后面，然后它的位置是在文章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独立开一个地方让我们去输入，我们直接把它依附在文章里面就好了。好，那这时候呢，我在文章里面的新增文章开一个来看一下。好，你有没有发现 YT link 在这里？好，那因为现在被我改成黑背景所以看不到东西，我先把它关掉。刚刚在这里我再重新整理一下，因为它这里面已经套用这个版型，所以我在 Elementor 里面有一个这个 single post 这个右键我从新的页面把它打开来，这里是直接可以去编辑我的刚刚的那个主题建构器产生的这个 single post 单页。好，那就是在这里面我们刚刚进到这边来有一个东西叫做网站设定，我们刚刚把背景改成黑色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按一次更新。因为我进去之后我发现所有的底变黑色了没办法编辑了这个就有点伤脑筋了。我直接从存在的文章进来好了按编辑，你会发现它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然后呢它这里是出现在它的后面出现在这里那我希望这一篇文章它会有一个连结。我们这边开一个影片好了这边是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热闹更看门道，棒球有关的那我回到这边来，我把它贴到这里，跟这一篇有关的多一个栏位叫做 YT 的连结，我按更新它就帮我们存起来。正在更新，好，更新完成了那你又发现我在这里面我在它这一页已经重新整理一下。哇 ，Craft 的那一页在哪里？这一页才是切过来，它并没有出现我们的连结要从哪里出现已经产生连结了，安装 ACF 安装 Elementor Pro 来改变这个版型了。那我希望它在这里面会出现刚刚的那个影片，跟出现一个按钮，点了跳去看 YouTube 这样子。好，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刚刚看到的，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来新增。好，我们先把这个关掉。记不记得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刚刚去编辑它这一个版型的，上面这是一张图，好，这是一些摘要，然后再来就是内文，内文来就是这个上下一篇的切换。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从这9个点这边打开来我要做一个什么？我要做一个视讯我要放在我所有文字内文的上面。然后呢，它的来源连结来源是什么？我现在这一篇当然我要手动的去贴我刚刚贴进去的那个是可以的可是这样很无聊嘛我都已经贴在那里了，为什么每一页都要再进来这边贴？这样不对，用动态的一个标签来找它。这个都是已经预设的一些位置我们刚刚是不是在 ACF 里面有自己新增的一个 URL 在这里面你选它之后呢，扳手的地方点一下key 呢，它就是刚刚我们输入的 YT 连结，它会抓每一篇文章自己贴进去的那个连结，然后把它套到这边来它的影片
的来源就是会变成这个东西。好，那我们刚刚讲过，我还要再按一颗按钮这边做一颗按钮给它，点击这里看片。好，连结一样我选一下，选刚刚的这一个，然后呢点这一只齿轮，选 YT 连结。那我希望点了它之后，它开一个新的视窗 ，OK。好，那我把它重新更新一下。这里面呢，你回到这里前台来重新整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对应这个影片、对应这一篇文章的标题这个沉浸式的翻译，再把它关掉。标题、作者这一些特色图片，这个是我们输入的那一个连结，在这个文章的这个位置输入的这个连结，每一篇对应的这个地方都会有。如果你不输入这一个影片呢，就会变空的，这里就没有东西。有输入它就会帮我们套上来。这个按钮也是一样那我们点这里，它会开一个新的视窗，然后来播放这个影片，跟我们的指定是一模一样的。好，那这里你也可以直接按 play。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得到。好，就是这样子来的这么简单。ACF 好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在文章里面本来没有的栏位我们自己新增它，然后让它在该输入的文字那一些内文编辑器以外呢，我们还可以有制定的这些东西，让我们来做一些临时的运用或者是做一些变化那当然我们刚刚看到的 ACF 是只有我们是选栏位连结的栏位，你也可以选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 field 那它的一个灵活度就很高它的灵活度就很高。好，那我们现在运用就同一个连结，我们可以让它点了跳到 YouTube 去看片，它也可以直接把它抓到这边来做播放。你也可以在这边设定它是自动播放的或者是在手机上我也要可以看，因为有很多在手机上是不能看的，就变成一张图片，然后看完要继续重播就是循环播放。好，那大概是这样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那改完了你就按其实更新。好，这个我重新整理一下你看我在这一篇有输入一个连结，所以它这里面就会跑出来。好，那我现在看到下一篇这个地方有一个 The Art 的这一篇呢，它没有连结。你看这个地方它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它并没有连结，可是按钮已经做出来了那这一颗呢，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判断的方式，当它那个地方是没有内容的时候，它就会看不见这个如果我们不会写语法我们也有外挂可以把它搞定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再另外用一个影片来跟各位做介绍那这边就是一样，我们再抓一个影片给它随便的ChatGPT 4 Omni 已经可以开始使。好，那这个先关掉。我们刚刚看到这一篇好，直接用编辑文章这个右键开一个它的后台进来这是另外一篇了另外一篇里面是空的。好，我们把它贴上，你只要贴上这个按更新，这个影片的连结就跟着我们这个文章了。好，等它跑完，那在这边呢你重新整理一下，本来没有影片的，影片跑出来了，而且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一个，这里刚刚不能按的，现在点了它也可以按了。好 ChatGPT 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在 ACF 上面的运用我们要安装好到现在，我们只用了一个功能而已好，那 ACF 呢，如果你用手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网站做得非常的丰富好，非常的好用，很灵活你可以做到任何你想要做的东西。你如果熟练的话呢，你可以做到几乎是任何你想得到的画面你都可以做得出来。好，那当然搭配上，如果你也会 PHP 的语法的话呢，你可以再加上非常多的一些制定的东西好，那这个范例呢，我们就是要介绍这个东西ACF。我们回到这边来，当我安装了 ACF 之后呢，我们刚刚只做了一个东西叫做 Field Group。因为它这个最新的版本它好像它这个在旧的版本的时候呢，你很多功能都还要另外再安装，我记得以前只有3个了那后来新增的这些项目呢，都是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外观都可以自己来调整。以前外观或者是你的输入，你要另外再做一个群组单独，就像这边有一项全部文章里面还有分类的要另外再输入成另外一项的时候呢，那
又要安装别的外挂哈。以前在用的时候都要安装2个以上的外挂，现在我们只要装它自己装进来，它马上就可以产生 field group 哦，那它就产生了我们刚刚看到那些东西哦，它就直接我们打开来哦，你看我按这编辑哦，其实你还可以再新增别的东西哦，我们让它输入 YT 连结以外，还可以输入这么多。你给它一个文字，这个文字到时候你要放在哪里？放在我们这个的页面的哪里哦？你就是点它之后呢，然后按它的一个动态，像这个地方哦，就选这边给它就对了。哦 ，ACF 产生的一些栏位，哦，由 ACF 产生的栏位会在这边跑出来，它的自己去资料库里面去抓你在这一篇文章对应的你输入的那个里面的东西。哦，那我们在这里面你看有这么多哦 ，image 图片，你这边也可以插一个编辑器给它哈。那在这边也有选单的项目，然后 Google Map 也可以，然后给它一个这样的东西。我们来再加一个好了，我再加一个文字，这边写一个地图。好，关掉。我们假设这篇文章呢是要介绍我们的浏览者去看一些店家比如说我今天是到这个地方来吃饭这个餐厅呢它有一个简介，我拍了一个影片给他之外呢包含文字的叙述，下面我还希望说我贴一个地址给他，他就帮我们产生地图。好，这个怎么做呢一样从这边来我到9个点这边打开来，我产生地图，地图拉在哪里比较适合的地方是文章的后面这就是地图。那这里面有一个它的位置你可以直接输入地址，或者是它的一个像学校的名称。好，我先加进去，然后按更新。预设是这一块那它现在是固定的位置的话，它不管是哪一篇，它都会出现屏科大的画面，对不对？那我们这样不对啊，对不对？我现在在这里面呢，我希望它是有一个可以输入地图，然后呢出现在文章里面比如说我现在点这里，因为刚刚那边没有，所以选不到。我从这个 crafting 里面编辑，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又出现一个地图了其实是地址啦，你要输入地址。那在这边呢，我输入一个台北车站。这边呢有个地图，直接在这里北车。我现在随便找一个之后呢，然后我复制它的一个地址，好，回到这边来，好，把它贴进去。好，然后更新一下，只有 crafting 这一篇里面有另外2个都还没有。好，更新了。那这里面因为它本身还读不到，所以我要重新整理一下这一个 Elementor 的一个主题。好，重新整理它的一个版型之后呢，我现在点它这一个，然后选它的这个动态标签。这时候我再回来这边看。这里的 link YT link 里面就有地图了。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边它没有办法预览因为它现在不知道谁是谁。好，我回到这边来前台 crafting 那一篇在这里。它进来之后呢，你会看到有欢迎来到小影片播报，因为我们勾了自动播放，它就自动播放了。然后这边都有，这边都有。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出现我们刚刚贴进去的这个地址的位置？那你希望它是预设它就是这么小，它就会这么小。好，那因为这边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般都是大概15高度可以再高一点点，200好了。好，这边重新整理一下它的地图的解析度就会大一点看到的内容就会比较放大一些它高度被我们设定成200了，太小呢，我们再把它调高一点400好了。然后我的习惯，我会喜欢它是有一个框线有圆角。更新。好，这里重新整理一下，它会变2倍高，400，然后是有圆角的。好，就是这样子。好，那一样，我们如果有一颗按钮呢，我希望它有一颗按钮，那我这边就是按再制，然后把它拉下来。好，带我去。好，这颗按钮点了它就是带我去现场。点击。
这边呢，你会发现这里它只有地图，它不是连结哦。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做一件事情哦。我们在这里呢，再来改一下。我们再回到 ACF 和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再新增一个栏位。好，这里在 A 的一个栏位呢，我们一样再给它一个 URL， 这个叫做我们叫 location 好了哦。好，把它存起来。哦，就这样而已哦，就这样而已。回到编辑这边来，再重新整理一下。你会发现这里又多出一个栏位了 ，location。那记得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刚刚我们是复制这一个地址，那我现在要的是分享，我一样点这里按复制连结，已经复制过来了。好，那就贴这个连结进来。好，然后再按一次更新。好了，这边这3个栏位分别的作用是什么呢？这是如果我这一篇介绍美食的部落格呢，它是有一个我们自己帮他拍的一个影片的话呢，你就是上传 YouTube 之后给他一个连结就可以了，他就跟着我们这篇文章了。第二个呢，如果你要显示它的地图我们输入一个它的地址，它到时候也会直接出现在我们的画面有一个 map， 就是有个地图。那接下来这个 location 我们给它一个连结，就是我们自己把它找到之后我们分享出来的这个连结呢，它是可以用在哪里？用在这个地方我看看这边会不会跑出来，没有，代表它要再重新更新一遍。我们先把它存起来，重新整理一下，它就会重新读资料然后才会帮我们把刚刚的那个新增的栏位带进来。好，进来之后我们点下面这个再改一下，反手地图里面的改成 location， 按更新。这时候呢，我在这里重新把它整理一下，你就会发现从头看这篇文章呢，沉浸式翻译关掉，有标题，有这些产生日期然后有特色图片有这张影片，然后呢点它会跟着去的影片。那内文的说明，这张地图是自动产生的对应的，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带我去现场，点了就连到这里。如果你是拿手机的话呢，就是点它就直接规划路线了OK 那顺序调一下我希望它是在上面，刚刚这边搬了一下，把它拉到下面来了然后呢，如果要确认一下它的位置有没有跑掉呢，我可以再把它切换在不一样的装置上你现在就算是在手机上看也是 OK 的了那这个让它整个按钮整个满版好了。在手机版的时候是点的时候它是满版的，然后在其他的版本是这样就好了，或是至中。OK， 这是至中平板电脑，然后这是一般的桌机。好，更新。好，再看一下前台这边的示范呢是有一点点快速了没有说特别说我们要把这个画面雕得特别漂亮要多少要对齐要干嘛那一些都没有做这些比较细致的调整那这个调整呢，你可以在自己制作的时候再去做一些微调。好，那我们把原则的一个大方向都跟各位介绍了ACF 呢产生的栏位，它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应用进我们的画面里面。那我们刚刚只输入一篇那我现在再输入一篇，第二篇我用文章，我把这个 The Art 这一篇呢也改一下，这里改成台中车站，只改一个字就好了。好，台中火车站改一下。好，地址先复制一下。好，这个是 The Art 这一个的地图，会用到这个地址。然后呢，它的分享呢会用到这个连结，分享会用到这个连结。好，还没更新之前呢，我们先回到前台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The Art 这一篇。ChatGPT 4 Omni 已经可以
好，对应的沉浸式，好，这里面是没有连结的，这里面是没有地图的那这个时候呢，我把这里面刚刚输入的这2个项目直接按更新。好，你看这是我们刚刚产生的这个 YT Link 这一个 Field Group 里面呢，它有3项，那顺序你也可以调整我们只要回到那个 ACF 之后呢，那你去搬移它，就顺序就调整了。你希望先输入谁，再输入谁，都可以做变化的。那我们这边再重新整理一下，已经输入了，它就会跟着我们这篇文章了地址就台中火车站 ，OK， 然后点它的话，帮我们带去现场。你拿着手机，你就可以用规划路线，就带你过去了。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运用。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就是呢来示范说我们怎么样在安装了一个外挂之后把 ACF 的运用呢运用在哪里？运用在我的本来文章里面没有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想要把它加进来，我不要每一篇都自己进来，再直接再贴进来我也可以用 Elementor， 或是我可以用我的区块编辑器，另外再产生一张图，每次都要进来贴一次每次都要进来做不一样的动作。我只要在后台这里面我在编辑它的状态下，我说明文字都输入完之后，这边直接贴给它连结跟地址跟它的location 的一个网址分享的连结，就是这样而已你只要这3个贴进去，到时候呢，我们用 Elementor Pro 里面的主题建构器我们产生了这个 Single Post， 它这个版型我怎么样调整，它这边以后就是这样套了以后就是这样套了。那这个影片的说明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好，大家可以来试试看。